敬的索达基堪布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人间佛教学研究中心主任学仪教授，请大家热烈欢迎。 谢谢大家，请大家坐下。那么现在呢，有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的学仪教授。 尊敬的索达基大法师，各位大放之手。今天呢，我们有缘要聚会香港中文大学，来聆听索达基大法师的这个演讲。我想我们都是慕名而来，这个是一个难得机会，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千载一时，一时千载。我想我们今天呢，这个因缘呢非常殊胜。 我们是抱着这个求法的精神而来的。我想我们是抱着很大的这个求之后的求佛法的这种欲望而来。刚才呢，我在吃饭的时候，丈夫已经说过，就是说，不怕问题问的深，你有什么问题，只有你有什么问题，丈夫呢就能够回答你的什么问题。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呢，在座的诸位大上知识呢，就是。 首先，认真的聆听大师的讲座，然后呢，就是用一种疑问的心情或者感情来询问。我想我们的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大一大悟，小一小悟，不一不悟”。我想大师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佛法，就是来解答我们的疑惑的。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疑惑，生活方面的、社会人际关系方面的。 那是佛法修行方面的，都可以来问。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丈夫给我分享。各位法师。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还有各位知识分子，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在中文大学跟大家一起共同探讨跟学习。我高兴的不是让我在这里演讲。 而生起欢喜心。我高兴的是在这样的大学里，很开放、很自由的共同交流，共同寻找世间的真理。今天早上我们在学术研究会上，中文大学的文学院院长。 熊院长，他说了一句话，我感到很受启发。说的就是说，我们在座的这么多的大学生，聚集在这里研讨佛法是来之不易。再说各个大学的学生，有一个信仰，这也是来之不易。我觉得这个话。 是真是有意义的，确实，如今，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很多人，有一个信仰，非常不容易，所以，在大学里面，有互相交流，互相研讨的机会，对很多年轻人，对很多
知识分子来讲，对他的人生观、对他的价值观都有不可磨测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大家都很有必要寻找实践当中的生命的真理。那么今天我所演讲的就是说心经过渡境心经过渡境。那么心经过渡境的道理，如果用我们实践的语言来讲，是比较浅显的，也是很艰难的。可以说它在一个比较肤浅的意义上得以这个理解真善美可以对外境的各方面受到真实的影响。如果从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乃至密乘的观点来解释的话，更为深深更为深刻。那么我们比较实践的一个通俗的语言来讲，心经的话过渡境比如说这个中文大学是应该说是亚洲最美丽的学院之一。那么它的前面的大海，整个这个河以的这个山脉，整个这个环境呢，实际上我们的很多的老师、学生，包括我们香港人的一个福报所造善业而这个形成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善的因缘的话呢，不可能呈现这样的外境。很有可能，最近大家都知道，在这个非洲闹灾荒，1100多万人无家可归。那么通过一些电视或者是其他的新闻看到他们的整个人的形象、生活都像恶鬼一样的，非常可怜。这也是众生的功业，可以说这个形成的。因此佛陀在《华严经》当中讲过，众生心经过得见清净刹众生心经过得见这个清净刹。那么我们现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万事万物，其实是众生的一个新的现象如果我们凡夫人看到外面的这个世界是应该是粗糙不安、凹凸不平的一个世界，而如果是一地菩萨断除边际烦恼的这样的一地菩萨以上看的话，那么他得到的清净见解。如果是8地以上的菩萨看到了，那么更为这个清净的，更为清净的。所以关于这方面呢，应该是在尤其是藏传的这个大梵网当中呢，有很深刻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要用一个特别简单的语言来清净这个国土完全清净呢，可能需要我们在座的人呢要花一定的时间去这个学习，才能真正的明白。大概就是9年前呢，有一位藏传非常伟大的一个学者，叫这个梅蓬大师，他呢所造的光明藏论光明藏论，在这个论当中呢，已经讲了心清净的时候，国土这样的清净。那么以密宗的观点和以显宗的观点呢，已经阐述过。大概10年前的时候，我跟很多的一些知识分子也讲过一遍。当我讲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深深的感到，确确实实是这个心经过渡境呢，就是只有大乘佛法的深深的理论跟这个思修相结合的时候，才会明白的这一点呢，我也并不是说我有什么境界，但的确藏传佛教当中呢，有很多
我们知识分子值得去借鉴、值得去学习的啊。昨天我们的这个学玉教授也是他曾经不管是在日本、在哈佛大学在待的过程当中呢，都发现在这个西方国家的很多高等学校里面有专门研究藏传佛教的机构，也有不少的这个教授博士生他们都不断的去这个对藏传佛教去这个研究就最后呢从修行上、从见解上得到这个真实的意义。昨天我们跟这个还有这个英国的这个尼格教授他也对藏传佛教有非常感兴趣，而且说是学萨迦派的，对很多的道理就讲得相当明白，并且我惊奇的发现他很流利的用藏语来跟我沟通是一个英国人在中文大学跟我用这个藏语来沟通这就是我想很多这个学者就是对这个藏传佛教呢是这个有所了解的有些呢正在研究有些呢已经真正从自己的生活当中、修行当中去学习，最终呢得到真实的利益。那么藏传佛教它有这个隐秘的逻辑性就非常强，再加上修行的次第应该说十分的这个明了，还有呢传承上师的巧诀，以及呢自古以来就未经任何这个中断的这个传承就清净的传承等等。现在呢就比很多学者认为藏地呢就成为这个世界的文化宝库这个文化宝库，因为有青藏高原的保护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的一种这个互文呢，对整个世界人们带来了真实的这个利益。包括我们汉地现在我也这几年以来去了一些汉地的大学，很多教授很多的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他们都致力于研究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些就是移民中观包括这个密宗的一些大圆满等等当然极个别的人认为所谓的藏传佛教呢观定开光还有洒净加持还有做一些放生简单的这个佛事就可以，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如果真正想了解藏传佛教呢我觉得一定要进入一些佛学院，或者呢就进入一个真正的这个有系统管理、有规范管理的、有系统次第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道场当中，才能真正明白这个藏传佛教对文字学习和对研究的这种严密性。当然，刚才我说的这些呢，实际上不仅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只不过一个支分的一个行为我们的观点、或价值或者这些呢，是不是佛教呢？是佛教的一个形式、一个仪式，但是这些不能代表真正的这个藏传佛教跟佛教。真正的佛教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相关的经典当中也讲过，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释亲论士，在居士论的这个末文当中呢，也说过，唯一的佛法呢，就是教法与正法就教法与正法。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呢，由于一种这个形式上，表面上看呢，是皈依佛很多年了，但实际上呢，并不了解真正的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这一点不仅是现在的很多信徒存在这个问题，包括高等学校的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最近我们参加这个中文大学的这个佛教学者这个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的很多大概20多个大学生的文章这里面呢，有一些大学生
只知道这个佛教的一些公案故事，只知道是理论上的简单的一些皮毛，而根本还没有这个深入佛教的这个核心所以呢，我认为我们要懂得真正的这个佛教的教义的话呢，要通过长期的像前辈的高僧大德那样，最好是通过苦行或者说长期的去学习跟这个研究辩论，还有呢实地去修持就去修持。尤其是我刚才讲我们的心清净的话，国土济南这一点不仅是我们藏传的这个须部和论点当中有明确的说明，而且在汉传的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里面呢就说到了说行经者呢就实际上就是国土济南，也就是说这个佛陀就说这个所有的世界呢就是完全是这个清净的完全是清净的。当时有一个叫做是罗辑梵王，他看到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这个世界全是清净无垢的，没有杂染，没有各种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什么这个丽莎还有这个荆棘树还有这个各种这个不清净的这些景象呢都没有。后来佛教的舍利子跟罗辑梵王进行辩论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说这个舍利子呢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整个说佛世界的刹土是不清净的，而罗辑梵王就是说是清净的。然后互相辩论的过程当中呢佛陀就是通过这个神通，就是先前整个他的国土呢就是陷入一个清净的状态。那么并且对舍利子说，本来我的这个世界呢就是如是的这个清净，只不过你们这些这个包括声闻的话呢还没有真正见到我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本来面目。因此我们通过这个维摩诘经去研究学习的时候呢你会完全明白实际上我们的世界应该说是本来是这个清净的就本来是这个清净的那么这样的这种清净的道理呢，还有在我们汉传佛教的圆觉经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这个说明。所以我建议呢我们真正要懂到心经国土经的道理呢必须要所学的两部经典，就是圆觉经跟这个维摩诘经。同时呢在藏传的大梵王就是大梵王，还有大圆满当中有一部分叫本来清净。本来清净的这个法要其实是主要讲我们的这个心清净这个心清净呢，当然在座的各位呢有些可能就是并没有在那里去这个进行思维过。如果真的有具有法相的善知识引导，在自己在这个观修观自己的心的过程当中，你会明白我们以前在课图上说的是心经国土经，实际上呢从自己的内心当中真的去下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清净的这个现象呢会这个呈现的就是会这个呈现的所以呢这是我想就是提到的这个心经的国土清净的有很多原理的话呢可能是我们要这个通过大乘佛教的这个经典和论点就精心呢就去这个翻阅思考阅读思考之后呢就才能会明白的。本身我们佛教呢实际上是浩如烟海就是非常这个深讲一节课或者是讲这个一两堂课呢就是没办法就是完全叙述它的其中的深层的意义。这一点在座的各位也是非常这个明白的。但我想今天要想说的呢，如果我们的心不清净
这个国土呢不清净今天我要想说的主要是这个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们的心不清净的话呢，国土是不清净。比如说有眼病有佛教里面讲有眼翳，有眼翳的人呢，他看见白色的海螺是黄色的，而没有眼翳的人呢，看见白色的海螺是白色的。但如果不仅是有眼翳，还有这个眼根已经毁坏了的话呢，那么连黄色的海螺都见不到，可能他看到的就是说这个漆黑一片的景象漆黑一片。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现在世界上的很多的人呢可以说心跟这个外界呢有一种失衡的感觉这个生态呢就是有这个失衡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人们呢就是这几年以来，可以说是造的业呢非常的这个严重造的业这个非常的严重。如果我们真的造的业非常不可想象的，再这样下去的话呢，我们现有的这样的美丽的城市也好或者非常漂亮的这个海岛风景这些呢逐渐变成了什么样的国土很难说我个人来讲这个是比较这个担心的很有可能有一天的话呢，原来这个美国前总统戈尔就是他通过这个多年以来的进行观察，后来呢在一个报告当中这个显示说，我们这个海边的很多的城市呢就是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呢，很容易这个沉没于海当中这个原因呢就是他并没有这个讲得很清楚。但是这个原因的话呢我像以前的这个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他讲这个描述这个大西洲的这个有些故事的话呢，可以这个相对应吧柏拉图他在这个齐林尼河还有那个希腊河两本这个著名的书当中呢都这个说过就是在1万多年前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美丽富饶这个经济繁荣的这个国家就是叫做大西国家。那么大西国家呢当时的这个气候温和森林这个茂美，还有呢国家是繁荣富强的，人们是安居乐业的，应该是处于一种像天境一般的天人一般的这个过着非常快乐的这样的这个生活。而且当地的人们呢，他们呢信奉海神，就是经常供养海神。但后来因为人们的这种精神的没落，道德的这个堕落种种这个造恶业的这个原因呢这个触入了这个海神触入了海神。后来在这个一夜之间就出现这个就像日本海啸一样的出现这个地震出现这个海啸出现呢种种的这个灾难一夜之间的话呢，整个这个国家全部都是沉没于海当中了，沉没于海当中。那么当然这种说法的话呢到目前为止，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的事；有些人认为对此呢就是深信不疑。几世纪以来，很多考古学家科学家呢就是对这个议论纷纷争执不息，没有找到就是非常确切的一个依据。到了21世纪，也就是说09年的这个2月份的时候呢英国有一个叫巴姆福德他呢通过这个谷歌海洋的这种软件呢以这个三维的就看这个三维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他看见这个大西洋的下面呢，真是有这个城市的遗址城市的遗址，就是确实是曾经呢在这个波拉克的这个传说当中的这个事实呢，就是已经这个存在。我想很多人呢就会知道这个消息。当然，我今天说的呢，并不是说到底这个它的存不存在。确实，我们人们如果塑造的这个业越来越严重的话呢，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不会
面向这个去往就是面向去往像以前的一些这个罗马国就是罗马国的话呢，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国家应该是这个繁荣昌盛的应该是这个在那里的人们的这种这个健康淳朴还有这个高档的这个生活呢，实际上是无与伦比的。但后来因为人们呢不信这个因果无我不造，同时呢是罗马帝国的这个形式还有呢就是当时的这个有种种的这个思想这个思潮以这样的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最后就是罗马帝国这个趋向这个灭亡就趋向灭亡。诸如此类的很多事情呢，让我们人们的话呢，就是应该可以说就反反复复的思考以前就是比较著名的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名誉宋简照就是名誉这个宋简照情有事这个情权世上有。那么这样的这种田径般的这个世界呢，就是最终就会不会变成这个钱山鸟飞这个绝就是晚景这个人种灭就应该记得这样到了这样的这种悲惨这个境界，会不会这样？就是我们看这个大家就是要这个想一想，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失衡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大家要值得考虑当然最近我们这个香港大学呢也是非常关心就是我们的心理的这个环保和还有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态的这个环保。其实心理的环保和生态的环保呢归根结底我觉得我们人们这个心智善法端出这个恶业是非常有自己的这个关系，否则的话我们口头上喊多少个口号呢实际行动当中没有造作起来，不一定起到真实的这个作用。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现在人们对这个环境保护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对这个心境过度心和过度清净的要展现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话呢最根本的要这个值得注意的有2件这个事情如果这2件事情没有注意的话呢没有去深思的话呢，可能我们很难以就是真正呈现这个环境这个保护这2件事情什么呢？我觉得现在大多数的人们不信仰不承认前世后世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人们对杀生非常严重这个是我将今天晚上呢就是我自己的这种浅显的这个建议呢，就是想给这个提供给大家就是大家就是做一个思考的这个余地。那么第一个我说我们现在世界人大多数的人对这个人的这个前世后世处于一种这个迷茫的状态这是非常的这个可惜昨天我们在这个大海当中过那个香港科技大学的这个旁边当时很多人跟我说科技大学就是如果的这个书生当然从远方看我们没有进去，远方看这个建筑就是跟我们这个中文大学一样非常这个漂亮，但是我心里默默的产生一种分别念。那么科学大学里面的人才再好，也是大多数的人可能不承认前世后世。人本身这个具有的自己的前世后世的不承认的话呢，那我们这个还先进。我对这个科技大学没有任何的这个敌意但是我心里面产生的一种分别念是可以自由的。所以我当时想，不仅是我对科技大学，我对中文大学也好，我在世界各个在哪里去的时候呢，我第一次感觉到人来来往往非常多的时候呢，我看见他们的表情，看见他们的一些新闻，心里面油然而生，很可怜为什么呢？人本来有前世后世的真实的存在，但是呢，大家都是不承认大家都是盲目的，就是人只有意识，人的这个价值观只有短短的这个意识的一种意念那这样的话呢，这是很肤浅
啊，确实，我觉得这种人的这种价值观呢，就人生观呢，我们人的价值观如果建立在这个现在大多数人的行为一样，需求金钱啊，有了钱就有什么幸福都已经可以成正比了，就有了钱，有了地位，有了财富啊，有了房子，有轿车就可以了啊。人的价值观就是建立在一个这样的这个虚无缥缈的这个金钱上，而人的这个就是人生观呢，只是人能活到，就是从10几岁啊，可能是我们一般小的时候都对自己的人生到底干什么不知道，但自己基本上读书以后呢，死亡之前的一种意念。那这样的话呢，不管是你是什么学者、什么智者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啊。人类是按理来讲比超过这个动物，比在这个世界当中应该是很文明的、很高尚的有一定的这个智商。可是呢，我们人应该具足的前世是自己都不知道，包括有些佛教徒啊，有些佛教徒的话呢，他可能对这个后世的存在呢还抱持怀疑就抱持怀疑。为什么呢？如果他真的承认后世存在的话，我相信很多恶业呢不敢造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是真正是毒药的话呢，他不敢喝喝了以后我可能会就是完了。那么我们造的恶业也是真正是相信因果，我今生当中杀生就造了恶业，那可能下一次真的会感受过报，就是他不会的。但很多人呢因为环境的原因，因为教育的原因，因为其他的就是自身的各方面的一些这个原因呢，对于自己的这个后世呢到目前为止抱持一些这个怀疑，甚至呢不相信。那么这一点呢我希望在座的这个各位大学生和教授呢一定要去研究这其实不是很深的不像我们迷信坚信或者说中观的最深的一些原理四边八系的这种空性的证悟其实这不是那么困难的，应该是通过这个隐秘的发尘人士马明菩萨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人的伦理呢，就是可以补我以前翻译过一个西藏就是很出名的现在的一位大德所写的前世今生论这个前世今生论里面也有佛经的一些论证，也有这个现在的一些科学家、理论学家，包括一些心理学家，他们怎么样就是承认前世后世的很有可以说这个颠扑不破的一些真理的这样的这样的一本书这一看都应该知道是人这个前世后世存在的这个道理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第一个非常重要还有我记得大概是09年的时候吧，09年的时候美国当时一个叫做是詹姆斯就詹姆斯呢是应该是二战期间的一个飞行员二战期间的一个飞行员，就是当时这个海军的一个飞行员。后来呢就是被这个日本轰炸击中以后呢，就是坠机而这个死亡的。但这个孩子呢，就是从小的时候他就经常做一些这个坠机的这个噩梦。还有呢，他对这个所有的飞机的，包括一些零件名词这种发现名词他非常非常的这个熟悉。他长大之后呢，他就一直这个能叙述自己在怎么样，就是当时这个杀害的死亡的这个过程。后来呢，通过他自己的描述，就是也找到了很多的这种这个亲朋好友，也找到了当时他90岁这个案例，就是他的这个前一世60多年前的一个他的姐姐叫他的这个姐姐。那么美国好莱坞这个导演呢，就是准备把它就是拍成这个好莱坞这个电影。我在想就像2012一样的，就是如果真的拍得很好，就是跟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多这个学者也好这个对这个智者们呢，就是通过电影或者是通过真实不虚的一个事例这个说明。当然现在印度包括我们在藏地的话呢，能会以真正的这个前世后世的这样的这种事例呢，就是非常非常多。可是现在的大多数的人来讲呢包括我们佛教徒不承认说呢，就是他还是承认，
但成人呢，实际上是一种心想上、口头上，并没有对自己的来世做准备啊。说实话，很多人就是对这个后世呢，就是比较这个盲目。因此，我今天呢就是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要可能值得重视。还有一件事，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杀害这个动物杀生这个量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可怕的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念呢有些可能宗教也这样这个人为的，我们人对人的这个杀害呢，是这个不文明的、不合理的就是现在有这样的意识，而人杀害这个动物呢，是这个理所当然的这个想法呢，是完全是一个颠倒就这一点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人到了21世纪的时候，其实是人对这个动物杀害率最高的一个世纪，这是最可怕的。很有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各种欲望和依靠这个先进的科学这个技术和手段呢，来这个大量的这个杀害，就是飞禽杀害这个海里面的动物包括就是这个陆地的这些动物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会不会这个地球目前呢，实在是承受不了，一次这个灭亡这是的确我经常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有些人可能认为人可以这个吃它们，因为它们是这个一个低级的动物，所以低级的动物我们高尚的人应该可以吃掉。其实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不仅仅是我们对这个动物学角度来讲，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以前包括我们实践人呢，也有这样确实人对人的这个杀害呢，对我们的进步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大家都知道，20世纪当中的话呢，人类最残暴的这个2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呢，有1000多万人离开了这个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呢也是那么多人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当离开世界呢，实际上这个世界呢是人类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鲜血淋漓的一个时代，我就这样认为。人到了21世纪的时候呢，我们人类呢虽然离开了这种战争，但是呢他们对这个动物呢也是这个这样这个鲜血淋漓的一个时代鲜血淋漓的时代。如果你认为动物是可杀的话呢，其实这是人类历史上呢也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以前我们都知道一个叫这个汤姆叔叔的这个小动物还也可以叫这个黑鹭倚天鹭。黑鹭倚天鹭当中呢当时这个很多这个西方人呢对这个黑人把它当做他的这个陆地，有什么样的制度呢？把他们可以当这个买卖一天的是在这个码头在这个市场上呢卖这个无数的这种黑人这个黑人。那么当时这个黑鹭的这种贸易这个制度的话呢，长达这个400多年这个我刚才讲的这本书里面已经这个写得很清楚，而且翻译的中文的也有当时这个19世纪写出这本书的时候呢它仅次于圣经，出版量非常高销售量呢在1年当中的是据说是30万。那么这一本书当中描述的是什么呢？当时我们人们还没有到21世纪那样文明的时候的说法呢，完全的是现在有些人呢对动物的这个说法是相反的当时也认为是低级的这些人类呢，你可以买卖，可以这个杀害，甚至在这个船里面呢，有一些人有传染病或者身体不太好的时候呢，几百个人可以扔在这个海里面当时这种这个残暴的这种手段呢，从这个也可以说15世纪到波罗斯尔这个会议应该是在1890年，在那个时候呢，已经终止了这个黑鹭的这个贸易这个制度已经终止了。在这个之前400多年当中，我们这个人类内部的话呢，对低级的人类呢进行这个残暴，进行杀戮，进行呢损害。当时相当一部分的人们呢，认为是高等的人呢可以摧毁，
剥削，可以呢就是这个杀害就是低等的人啊。后来呢就是美国这个马丁路德先生呢获得诺贝尔奖的他也呼吁就是我的梦想在这里面呢，他代表就是这个黑人就是应该从现在开始站起来，要和平解放就和平解放。当然现在的话呢就后来的这个就是曼德拉先生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黑人当中呢，其实跟这个黑人和这个白人呢，就是应该有这个同样的，在这个地球上是有这个生存权的有生存权的。同样的，我认为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动物呢，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呢，就是都有这个生存权，都有应该这个生命的这种价值。而我们人们为了就是意识的这种课语呢，就是付出了就是多少这个生命的最可贵的这种代价。这个原因呢，我想我们人们呢，就是必须就是值得这个反思可是我们每次讲到这个动物讲到动物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感觉。一讲到这个人类的痛苦，或者说我们讲到，比如说在那个地方就是发生地震什么日本这个发生这个海啸这个汶川就是发生地震还有我们这个像那个玉树就是发生这个地震在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的泪流满面，就是大家的这个感觉就是很强烈。而我们身边的这些这个沙场上其实沙场是惨不忍睹的一个监狱，就是非常这个可怕的地方。在这里的一些景象，包括在我们佛教徒当中讲的时候呢，有时候是大家的这种这个表情就是是一般般的。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一个世界关爱论坛，那么当时呢这个会议就是组委会呢就是提倡就是每一年的7月17号呢是这个世界关爱日他们的主题呢因为在那一天的话呢，亲与亲就是应该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一些老弱病残就是对可怜的人呢就是要这个亲与亲，要照顾他们。我当时在这个会场上呢，就是呼吁我们在那一天的话呢，不仅是我们对这个老弱病残的这个人类这亲与亲，应该对这个可怜的这些动物那一天我们不能长期的吃素，不能长期的放生的话，那一天呢应该搞这个放生活动。可是我很失望的，当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的表情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一般就是非常的一般。我心里面想，真正这个动物的这种代言人呢，很少的像以前的像这个西方的话呢，就是像一些以前有一个叫做是那个什么这个辛瑞先生就是有一个别的人呢，就是代表就是动物，就是呼吁呢，就是让世界的人们就是应该解放动物等等，就是有这样的。但是呢，在人类在真正的一些这个行为上，真正的一些在这个操作上的话呢，就是并不是特别的这个重视。所以我们现在要拯救这个地球就是拯救这个人类的话呢，首先应该从自己的从自己开始，从自己开始还有呢，从我们的这个身边对这个动物呢能不能升起这个大乘的大悲心以前唐安比博士他也说过，他说的这个21世纪的时候，人类这个拯救的话呢，依靠这个空洞思想和大乘佛教的精神所以大乘佛教呢就是唯一的无条件的这个利益众生，大慈大悲心大慈大悲心。如果我们人类没有就是这样的这个大慈大悲心的话呢，应该说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会这个各种灾难就是会频频发生日本的这个哲学家思想家就池田大作，他也说过，说我们现在人类这个出现的各种这个危机的根本原因呢，我们的这个心理上我们的这个心理上出现问题。心理上出现什么问题呢？人们的欲望就是无有止境，没有这个大慈大悲心只要看到就是不管是天上飞的，在水里面游泳的，在地上爬的
啊，现在很多人只要看到身上有肉的话，那就是想吃掉，很可怕啊，很可怕啊！这真的是这是一种魔性的欲望啊，就是这个持天大作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魔性的欲望啊。我觉得是真的人呐，也许是可能海边的很多人认为就每天的是在海里面的这些动物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给我吃的，这是非常这个落后的这个思想。而且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快乐，建立在别的众生的一些这个付出生命代价的这个基础上的话呢，那我们的人类到底在进步还是在这个落后？大家也值得这个反思啊。也许有些人认为动物的这个感受包括这个植物也是一样的包括植物也是一样，它也有生命的。其实这种说法是完全是不合理的。佛陀在《涅槃经》当中也讲了，所谓的这个植物的这种生命呢，植物虽然在阳光下，在这个水分下呢，它有一些反应，但是这种反应跟我们这个动物呢，就是它无形当中就是生命呢，完全是不相同的。所以植物的这种生命呢，就是完全是一种这个价值的，而动物的生命呢，跟我们的人类就是一样的。人怕死，就是动物也怕死。人对自己的生命呢，受到这个威胁的时候呢，你愿意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财产，包括自己的地位和一切都是可以付出。可是呢，我们这个人类就现在的这个，尤其是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人类的话呢，就是就经常就是对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们大乘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呢，现在这个呼吁就是大家这个吃素。这一点呢，不仅是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基本这个意义。我本身是这个藏传佛教就是学习藏传佛教，但是我也非常这个愿意这个学习包括我们的这个南传佛教、汉传佛教，以及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宗教就其他的这个宗教。那么在这个时候，我非常这个随喜我们汉传佛教历来的这个非常优良的这个传统，它呢不仅体现了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个精髓的这种价值所在就是价值的这个意义，而且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全球这个变乱的人们呢就非常值得这个深思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以前也是有一本书叫做是这个无法这个忽略的这个真相这本书当中呢也说了人类呢就是在10年当中呢要这个积极努力的救护我们的这个地球那么救护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吃素如是呢，就是现在对我们的整个这个地球危机呢，就是危害是最大的就是最大的我看到以前有一位也是这个联合国跨这个政府这个研究什么，就是研究这个环境的这个小组的主席，还有呢07年的时候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应该是这个波恰利就是波恰利这个科学家，他说呢就我们这个不吃肉还有呢就是骑这个脚踏车这个少消费，这3者呢能助力就是救护这个我们的这个地球母亲就这3样所以我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佛教徒呢就是包括现在这个很多大学生就是对这个吃素方面呢感兴趣其实这是对从这个健康学的角度来讲呢，应该说是非常这个有利的我经常在思维，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认为可能要吃肉不然的话呢就是营养不够营养一定要吃牛肉吃周肉，不然的话营养不够。其实这个营养应该是够的，为什么呢？因为牦牛也是吃的是草，就是它没有吃肉就是它因为吃草，就是它身上有这么多的营养，而猪也没有吃肉，就是但它那么肥，就是所以我在想我们从这个营养上面的话呢应该是这个没有问题的。再加上如果我们这个吃了就是这些动物的肉的话呢，那么就是在动物身上的各种这个疾病呢
就是现在很多世界这个各个的一些营养学家呢，认为在这个什么动物这个身上的各种疾病的话呢，就是都直接就是入于你的这个身体就是多可怕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对这个环境的这个卫生也好，就是生态方面呢，吃素就是非常这个容易有一个报告上面呢，就是显示，就说是一个人如果一天吃素的话呢，相当于是在这个世界上种了108棵树的这种作用那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基本上在座的几百个人如果我们每个人吃肉的话呢，可能好几头猪的是我们吃一顿饭都不够你们想一想就如果400个人呢，要400个人就是吃一顿饭，就是全是要用蔬菜的话，那就是要多少斤？你们可以算一算或者说按照你们那个香港的整个这个习俗，就海边的这些什么东西都要吃就吃一顿饭的是多少个生命呢？那么我们的这个生活呢就是生存在就是摧毁其他的这个生命的这样的基础上的，我不如我造一点死了就是我这种也许是可能比较过分的说法吧。但是呢，因为我的这个生存呢，就是把你杀掉的话呢，就是其实非常不公平的非常不和平的。所以我们人类呢，就有史以来的很多人就是在课里面就是成千上万的就是呼唤世界和平。其实要是世界和平的话呢，我们世界上呢就是存在着这个人和动物。那么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呢要得到这个和谐，人与动物之间呢要关系就是要得到这个和谐。如果我们人类呢必须要吃这个所有的这些动物，而且我们肆无忌惮的这个摧毁砍这个生树挖这个深山各种这个摧毁资源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能这个和谐吗？我们的和平呢，就是到底怎么样和平呢？人与人之间不打架，人与人之间就是互相说好话就和平了吗？我们世界和平呢，并不是说人类和平，所以我们有时候世界和平的话呢，只是名相上就是和平而已。国家与国家之间不打架呢，就是其实这是名相上的一个和平。真正要和平的话，其实这个地球上面先有的是这个动物然后呢，我们这个人类按照一些这个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历史来看，那么实际上这个地球呢，并不是人类都有的我们的拥有，而我们的这个生存，我们对这个摧毁其他的这个生命呢，我觉得应该说是这是非常这个不文明的就非常这个不文明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希望呢作为一些这个大学生老师，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佛教徒也好这个知识分子的话呢，从根本的这个思想观念上呢能不能就是带到一些这个改善否则的话呢，我们怎么样说这个心经过渡经，其实呢就是进不了我们行为呢，就是如果无我不造无我不造的话呢佛陀在《阿含经》当中也是说了，有这个10种就是10种这个恶业的缘故的话呢，那么就是外物耗损就是外物损耗，就是因为造了这个10种恶业的话呢，那么就是整个这个外面呢，我们经常这个所谓的这种增长过就出现种种的这个灾难就是天灾人祸不断的这个发生。即使天灾人祸没有的话呢，我们死了以后闭了眼睛之后我们的去向是什么？就是这个地狱恶鬼旁生。那这是我们谁都不愿意。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无非是这个几十年为了几十年的幸福，我们造了这个弥天大罪的话呢，那么我们将来的去向是快乐还是这个痛苦？我们藏地就非常著名的有一句话呢，就是叫做是行善地道善，行恶地道恶。也就是呢，他的意思是行善的话呢，就是前途是光明的；行恶的话呢，就是前途是黑暗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平时佛陀在这个有关的经典里面也讲是万法唯心造万法唯心造。按照唯识的观点来解释的话，的确也可以，我们人行这个善的时候呢，这个善的这种图色或者是外面的这种世界呢，就是会这个变得美好的这是现在心理学讲的话呢，这也是认为是这叫做是正能量就正能量。
如果我们性恶的话呢，就是那么外面呢就是会这个出现一种负能量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有一个谁知道答案，就是这个日本这个学者就是所写的啊。有些人认为是它是一种这个毫无根据的，其实也并不是。如果你深入这个研究其中的意义的话，我们的性呢，就是对外境真是这个起到很大的这个作用。世界的美好与否的话，我们的这个内心呢，就是有直接的这种这个关系。这一点呢，现在就是在这个东西方的许多的这个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也是这个承认的因此我们非常这个希望呢这个性呢就是能这个3秒。如果性能3秒的话呢，那么就是六道呢，就是实际上就3界这个虚妄就是3界虚妄，唯心所作，这是大性起性论里面讲的就是3界都是虚妄的，就是唯有的这个性呢，就是所造的。应该说，我们只要这个心地善良就是心子散发的话呢就是这个世界呢，就是变得更这个美好而我们的这个阳光呢，就是应该说更这个灿烂花朵开得更鲜艳。否则我们这个造种种恶业的话呢恐怕是这个世界不可能就是有这个快乐的因此这样的这个责任呢我也好，你也好他也好，我们大家就是共同需要深思的。谢谢大家。